哎呦，这到底是国公府的小姐，就算疯疯癫癫没人管，可这副身子比起百花楼的灵雀还要娇嫩啊！要不咱兄弟啊，这可是乱葬岗啊！怕什么呀？你摸摸，还没凉透呢。哎，张夫人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等咱们爽完就把他宰了，谁会知道啊？突的，面庞忽过道劲风。饶命啊！姑奶奶，不，女鬼大人，饶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您大人有大量，您放过我吧。放过你？谁陪我去黄泉路啊？娘啊，娘来！男人双腿一软，活生生的吓晕过去。哼，两个废物！哎呦，哇！9玩7，没有任何动静。糟糕，难道声控系统坏了？应该是能值虚耗过多，暂时无法负载打开空间。他得养精蓄锐，想个办法让芯片的能量恢复。袁素然跛着脚在乱葬岗边找到一潭清水，突然，想活命就闭嘴。男人俯身封住了他即将呼喊痛楚的唇，将他一同拖沉入水。谁？快去找！不管看到什么人都杀无赦。今晚的事一个也不许传出去。没有人，许是潭边的蛤蟆入了水。搜索整个山岗。是。脚步声渐行渐远，袁素冉快窒息时，终于被拖出了水面。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男人脸颊。好大的胆子！燕绝眼底的力气刚要凝结，面色骤变，只能强撑着身体靠在岸边。许你拿刀威胁，不许旁人反抗吗？就凭你个废人，的确是好大的胆子！袁素冉早已察觉，他强撑气息，控着力道，是因为他的下半身不能动，至少是个瘫子，而且这个瘫子身中奇毒。从某方面来说，你还算是个完整的男人。放心，本姑娘对废人没兴趣。袁素冉耳朵间已经听到不同于前一对追杀者的脚步声传来，怕是来寻眼前人的护卫。主子，属下们来迟，还请责罚。今夜主子暗回京城，却不想行踪遭人泄露，恰好又是他毒发无力反抗时，险些酿成大憾。眼角抽搐的发现自家王爷给扒了个精光，这是被轻薄了。经重近3日，事无巨细，全查一遍。找到他就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今日是燕慕衡下聘之日，这原身是玉国公的嫡女，母亲早逝，本与六皇子燕慕衡有指腹为婚之约，谁知3年前出京游玩被贼匪掳走，救回时已疯癫痴傻，还毁了容，整日追着燕慕衡叫夫君。燕慕衡对其3番4次的纠缠厌恶至极，反对他同岁的妹妹云若雨萌生爱意，所以退而求其次，修改婚约迎娶云若雨。今夜他死在乱葬岗，而国公府却在办大宴，没理由让这对渣男贱女那么痛快地花好月圆。是姐姐，你半天不见人影，我好担心啊！失踪半日，怎么不见你们来寻？满身是伤，怎么不见你们来问？今儿是皇家下聘的日子，我以为姐姐一时想不开，躲起来哭呢。嘴还挺贱的，你头上的珠钗，脖中的翠玉，腕上的珍珠，哪一件不是我娘给我准备的嫁妆？你戴着不膈应吗？求没关系，跪下来求我，本小姐赏你。疯了！大小姐疯病犯了，快把她拖下去！明明没了气的人，怎么跟鬼似的跑了回来？谁敢？我云素冉是这国公府的嫡小姐，母亲乔楠乃东陵氏长女，一品诰命，外婆是先皇亲封的御家翁主，外公是12郡守，叔父掌着边陲10万军役，姨母远嫁南疆，是2国和使。我离开玉国公府，依然是天之娇女。你离开玉国公府，又算是什么东西？一个妾室也敢当自己是国公夫人，可笑！这府里只要我站着，就没有你坐着的份儿。你趁着你爹不在家，要造反了呀！我要是造反，你脑袋就该落地了。今日还不够丢你妹妹的脸是吗？别在这里无理取闹，本宫要娶的是若雨，不是你。
姐姐只是伤心过度，我能理解。毕竟殿下，您是多少女子的春闺梦里人。云素染翻了个白眼儿，但就这货色，还不及今晚潭水中那凤眉修木的摊子1%呢。原主桥上这么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狗东西，晦气。我与殿下发乎情，止乎礼，姐姐何必口出恶言，多加阻拦？只盼你的疯病早日康复，别再为难我这可怜的妹妹。不要！他的话还没有喊完，可所有人看着那如同保护孩子的动作，恍然大悟，云若雨有孕了。云素染捏着云若雨的手腕，不着痕迹的诊脉。这叶慕航本是我未婚夫，婚事是15年前就定下的，孩子是3个月前有的，婚约是临时改的。这发乎情止乎礼，也是学你母亲的吧？你和叶慕航在我闺房中翻云覆雨，就异想天开，以为自己是国公府的嫡小姐，可真会长脸呢！未婚先孕，还敢谎称冰清玉洁，发乎情止乎礼，可笑！你这贱人，你疯了！云素染反应极快，手指在他腰腹穴位处点。叶慕恒突然浑身发怵，膝盖一软，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哟，殿下行这么大礼，我可受不起。这疯子冒犯皇家，罪不可恕。冒犯皇家是要被诛9族的，好妹妹可算是在我9族之内。翻身，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上毙，马上杖毙！外头冲进一群人，却不是六皇子的随侍，来人紫金玉冠，书生意气，正是太子燕君临。母后救急复发，太医已宣召去凤鸣殿，你立马随我回宫。皇后虽然不是叶慕恒的亲生母亲，但是叶慕恒从小是在她膝下长大的。太子殿下，可否带我一同进宫？云素染，既是救急，说明太医院从来没有根治过，而御药房无非开些金银草、白干花等止疼药，没有显著功效，倒不如让臣女一试啊。娘娘头疼，如月复发，有1年之久，口鼻血色嫣红，不显沉淀，应是脑外碰撞导致颅骨损伤、血管破裂所致。娘娘从前可有撞伤过？母后1年前从天坛摔下，可当初并没有大碍。那今日呢？娘娘今早太高兴，不小心绊倒磕在门槛上，不让奴婢说。大胆！这种事情为什么不禀告朕？陛下息怒，娘娘需要的是颅内放血。你这是要动皇后的脑袋不成？来人，准备一切需用，全凭云小姐吩咐。陛下，您怎么能让？他3言2语便说出了正解，你们呢？在这儿蹲了1年，什么也没干成。云素染以需要安静为由，把所有人赶至大殿。927，小的在啊，这是能打开了啊！投屏，对所存药剂成分制表。收到。立马，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连研发的生物灵泉也没有干涸。这是能控制细胞再生和恢复的不老泉。云素染难掩心头激动，连忙从头瓶中取出金针和急需急救的止血药。他将皇后的脑袋高高抬起，从袖中取出准备好的金针，逐一自玉枕、风池、天柱穴刺入颅中。这临床给人动脑袋的金针术，他已经很久没有亲自上阵了。半个时辰后，娘娘的颅内淤血放干净了，马上就会醒过来。臣女再开些养精补血的方子，调理半个月就能好。云小姐真是妙手回春呐！朕怎么从未听玉国公提起你会医术呢？陛下又可曾听过父亲为我辩白？3年疯傻挂身，无人问津，全京城都当这云小姐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悠悠转醒的皇后听到了2人的对话。陛下，原本慕恒与他有着名正言顺的婚约，嫡庶有分。既然云小姐不疯不傻，还救了本宫，不如让慕恒迎娶了云家姐妹，也不算我们皇家背信弃义啊。穆浩，他就是一个破了相的疯子，还妄想平起平坐不成？他是妻，云若雨是妾，如何平起平坐？多谢娘娘好意，可我妹妹对6殿下情深意重，甚至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臣女又怎能忍心插足呢？什么？哼，这庶女可真有手段。皇后对于她的放手很有好感，不如请陛下另行赐婚吧，这样也不算委屈了她。京城有的是才高8斗的青年才俊，若有挑上眼的，
朕有求必应。臣女向来倾慕英雄，听闻萧王殿下战功赫赫，乃是我天凤朝的战神，至今尚未娶妻，也无婚约，不知臣女可否有幸？萧王彦爵是当今天子的14皇帝，他性情寡洁，不近女色，如今25岁，府中没有任何进士。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件事还需从长计议，总得等萧王回京后问问他的意思。马车停在裕国公府前。云小姐胆子很大，这满京城的名门闺秀无不肖想14皇叔，但敢这么大咧咧在陛下面前要人的，你是第一个。臣女听说萧王落下了病根，身有残疾。哎，慎言，可要本宫送你进去？不必，多谢殿下。小姐您可算回来了，奴婢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本小姐啊，好好的，还救了皇后娘娘的命呢，现在可是皇家的大恩人。您说您救了皇后娘娘，那您跟6皇子的婚约如何了？本小姐又不是大冤种，这个死渣男，谁爱要谁要娶，我给自己挑了个更好的。谁？渣男家的小皇叔。萧王殿下，不行！奴婢听说他残废后性情多变，凶残暴力，还不能生孩子，那怎么成啊？哎，你懂什么？要的就是个废人。既然残疾不能生育，就不会圆房，他正需要一个不会妨碍他的男人来做幌子。天大的妙事啊！小姐哪里是疯病好了，分明更加严重了呀！云素染不由想起乱葬岗水潭中的那个废人，浑身不由打了个寒战。他该死的，怎么就摸到了男人不可言说的部位？蓄势待发的样子，一点也不废。京城有什么动静？今儿是6皇子下聘裕国公府的日子，听说云家大小姐的闹了宴席。云素染？是。她不是痴恋着我那皇侄儿，听说是个又疯又傻的姑娘。可乱葬岗上反应敏捷，又凶又飒，那一巴掌还隐隐作痛呢。还有呢？皇后娘娘旧疾复发，太子把云小姐带去了宫里。那小姑娘治好了皇后的病，比太医院那群糟老头子的手段还高明。云素然本是叶慕恒的未婚妻，如今救了皇后，陛下没有表示吗？陛下许她一个心愿，她请陛下赐婚，嫁给萧王殿下。你说什么？嫁给萧王殿下。再说一遍。她要嫁给王爷您。好啊，真是好。痴心妄想啊！王爷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身份？6殿下不要他，他就想来攀王爷这根高枝。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能治王爷的腿伤？你真当他是神医啊？我看就是个坑蒙拐骗的。他如果真要那么厉害，怎么还会痴傻这么多年？宫里怎么说？陛下打算为您这次回京广招名医，但太医院都说您的腿治不了。不，婚事还要听王爷的意思。明日带他来见本王。奉明殿懿旨，云二小姐未婚先孕，有损品德，何况嫡庶有分，本不应先于大小姐出嫁。念在其一往情深，且有子嗣的份上，依照婚约，以侧妃之礼入6皇子府。你说什么？一夜功夫，好端端的皇子妃成了侧妃，那就是个妾呀，一个是皇家媳，一个是皇家婢，天壤之别呀！喜事啊，大喜事啊！好妹妹，恭喜你在失了名节之后，还能成为6皇子的侍妾，真是给裕国公脸上添光呢。一定是你这个小贱人，昨晚在皇后娘娘面前告状，看我不撕烂你的嘴！他咬牙切齿地扑上来，云素染抬脚将张氏踹翻在地。少在我院中耀武扬威，从今日起，哪条腿迈进来，我就卸了你们哪条腿。我乔公子非富即贵，没必要因为一件衣裳穷追猛打吧？要命啊！这不正是那个水潭中的倒霉蛋吗？只是一件衣裳的恩怨，不就是碰了你小兄弟一下下吗？那么紧张做什么啊？难道还从未近过女色？哟，捡便宜了！哎，这小疯子竟然敢碰王爷的！但你也不吃亏啊！本小姐冰清玉洁，不光身子给爆了，你亲我的时候，我可没半点犹豫呢。咱俩扯平了，互不相欠。你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便从你身上拿走什么，这才是公平。还要扒了这身皮！哎，你这是欺负弱女子！云大小姐昨日在裕国公府做的事，可不像是弱女子。好家伙，连底细都打探清了。
等等，他看到芯片的能值有了波动，莫非这个男人就是能量的来源？仔细一想，昨晚上遇见他后，的确莫名其妙的就打开了空间。他刚把自己的金主爸爸给气得七窍生烟。本小姐治好了皇后娘娘的沉疴，不如我替你诊治诊治。你这腿上毒素早已侵入身体机能，双腿并不是没有知觉，而是常年处于麻痹状态。这毒发时呢，冷热交替，生不如死，那是因为毒源一直刺激着五脏六腑。我说的可有一句错？云小姐能治？当然能治了，只是需要些时间。哎，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啊？我家主人姓玉。什么玉？生得风流倜傥，连姓都这么别致啊！这要我医治吗？一切都得听我的，不许质疑。二，我要能够随时随地进出这里，不受任何阻拦。他只是想要个充电宝罢了。好，若治不好呢？任你处置。云大小姐一身柔肤雪肌，我不介意墙上多张美人皮。何时开始？事不宜迟，今夜就要与针灸。你来伺候。喂，你总不是要我帮你脱裤子吧？又不是没脱过。我是为了你的名节着想啊！改明儿起来一气之下要我负责怎么办？她可是要做萧王妃的女人。云大小姐自幼驻京，偶尔随母回东陵探亲，不知是从何处学来的医术。我天赋异禀，仙人托梦。哎呀，本小姐是有正牌未婚夫的，对野男人没兴趣。怎么，我也成了野男人？你连个野男人都算不上。云素然只关心自己的医药空间是不是能打开，等他弄清楚始末，利用空间赚了大钱，他就一脚踹开这个危险的家伙。燕绝面上的怒容快要绷不住了。真替你未婚夫不值？你都没见过就替他不值？那他有多好？他突然就想听听，在云大小姐的心中，萧王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死缠烂打的非要嫁给自己？云素染一愣，那萧王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人憎鬼厌还是俊美无愁，他都两眼一摸黑。哼，我那未婚夫啊，说出来吓死你！他凶残暴力，杀人如麻，草菅人命。好，真是好。燕绝怒极反笑，他不想取消婚约了，他只想当场掐死这个女人。半个时辰后，空间能值终于顶格满绿。云素染回到自己的院落。927，你说你和那个男人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非得靠他才能恢复能值？你是不是背着我和他有一腿？能量不足，小的紧急避险，告退！我操，什么情况？好家伙，还知道和他唱反调。小姐，您脸上的是什么啊？这个叫红玉膜，《神农本草经》中有记啊，去除寒凝血瘀，改善肝肾郁结，调节气血的。啊，这个能让小姐的容貌恢复如初？哎，当然，尤其经过它的改良，还增加了灵泉功效，只要坚持一段时间，就能让旧疤退痂，心肌重生。谁欺负你？玉国公就不主持公道吗？父亲如今惯着姐姐，说他在外头为财大气粗的贵人诊治，不许我们去招惹他。贵人能贵过殿下您吗？什么人这么张狂，还敢给云素染撑腰？我看那不是什么病人，是他在外头的小情人。云素染不是想请父皇做主嫁给本宫的小皇叔吗？还敢如此的不知检点？可不是，云素染一边要赐婚，一边背着勾搭，这可是亵渎皇家天威。他的奸夫在何处？封居别院。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擅闯封居别院！瞎了你的狗眼，本宫也不认得了吗？我不管你到底是什么人，擅闯私宅，这是重罪。本宫乃是当朝皇子，怎么能够叫擅闯？来人，本宫现在怀疑这府里窝藏逃犯，给我搜！果然勾搭人了。住口！叶慕恒面色大变，紧绷着身体，扑通跪下。侄儿不知是皇叔在此，侄儿冒犯了。这些人全部都是胡闹的。在场一片鸦雀无声。皇叔？能让六皇子如此战战兢兢叫皇叔的，天底下只有一个，萧王殿下。所有人面面相觑，缓不过神来。还不跪下！都不要命了吗？云素染整个脑子都宕机了。萧王？
他的金主爸爸居然是萧王，是自己请求赐婚的那个冤家，完蛋！你们那么多人到本王这儿来，是打算看什么好戏？皇侄，你刚才说本王的府邸有逃犯？不，是侄儿说错话了。王爷，咱们闹了个乌龙，这本是玉国公府的家事，是袁素冉他私会。私会本王？不，王爷您是什么身份啊？那你们都听好了，本王已经应下请婚，云素冉现在是本王的未婚妻，即便是私会，也是本王私会云小姐。姐姐，母亲她也是担心你，怕你在外面吃了亏，受了委屈，才那么的关心你的行踪。你就大人大量，请王爷开恩饶了她哎，吧。姨娘还不是当家主母呢，就已经学会狗仗人势、诬陷嫡女了，是不是也该家法伺候了？他一咬牙，受一顿家法也比被萧王粘脑袋的好啊！是该受。来人，执家法。姐姐，母亲她身体纤弱，受不了这一顿打啊！纤弱？我看是整日抱身赤裸，吃的身材魁梧，刚劲有力，怎么就纤弱了？那曾经无辜受累的云大小姐呢？3年来被打得少吗？慢着！张氏松了口气，她怎么说也是玉国公宠爱几10年的女人，被个小姑娘当众执行家法，那还有脸活在这世上吗？就在众人以为萧王要饶了张氏的时候，云小姐的确牵入了劫，她没什么力气，这种粗活莫使你来。是。练家子的手劲可比姑娘要大多了。张氏刚开始叫得比杀猪还要响，啪啪几鞭子下去就面色苍白，只剩一口气掉在那哼哼了。封居别院前的人鸟兽散去，晚风吹在身上瘆得慌。本王凶残暴戾，杀人如麻，草菅人命。不，王爷您慈眉善目，璞玉浑金，是天下1等1的好人啊！王爷，夜已深沉，不打扰了，臣女这就告退。本王帮了你，连句道谢也没有。哎，我怕王爷更想在墙上添一张美人皮。他在这男人面前把所有好话丑话都抖露出来，呵呵，他打赌萧王一定想掐死了他。王爷放心，只要您的腿有起色，臣女立马向陛下请命取消婚约，绝对不会损了王爷的名声，也不会妨碍您将来3妻4妾。他想要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当初就是看中萧王落了病根不能人道，现在嘛，他能不能人道，他摸得够清楚了。取消婚约，现在知难而退，你在凤鸣殿请求赐婚的胆子呢？还是你觉得本王猎完就可以随手抛弃，弃如敝履？云素然，你有几个脑袋？他都已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应下了名分，可这个小东西居然不领情，或者说他这是在以退为进，欲拒还迎。那头的莫氏哼声，头来劝你不要不知好歹的眼神。明日进宫面圣，你随本王一同去。舍得进宫了，这段日子去哪儿了？惹皇兄担心是臣弟的错，刚一抵京就旧症复发，又感染风寒，幸好遇到了云小姐。云小姐医术高明，不知萧王这双腿情况如何了？臣女已经找到症结所在，相信臣弟的腿多年残废，即便能治，也绝非1年半载就可痊愈。哦，是吗？王爷致残多年，已经伤筋动骨，就算知道症结，也很难让他像从前那样行动自如。那你可要细心研究，若是能够治好，朕重重有赏。陛下，皇后娘娘得知云小姐入宫，催着来要人呢。云素冉，站住！见了本宫的礼数呢？连喊也不喊，当他不存在呢。当初他可是左一声哥哥，右一声夫君。叶慕恒甚至认为云素冉是因为恢复神智清醒了，才故意赌气请婚嫁给他的皇叔。萧王英武俊美，可惜是个残废，嫁过去毫无幸福可言。说到礼数，月底成亲后，6殿下也算是臣女的妹夫了。君臣有别，谁是你妹夫？那臣女嫁给您皇叔之后，您不也得老老实实的喊我一声皇婶吗？见了皇婶的礼数呢？还真想当萧王妃了，谁能给你做这个主？本王的话，皇侄儿觉得做不做得了主？你与他拉拉扯扯，莫非是想续往日旧情？侄儿无意冒犯，分明是他。她很快就是萧王妃，
你该叫什么？燕绝凤眸一沉，叶慕恒只能从牙缝里蹦出字眼：黄婶儿。没吃饭吗？黄婶儿。哎，好侄儿。既然出口，就记清楚自己的身份。叶慕恒不敢置信，皇叔竟然如此偏袒那个疯女人，难道还当真上心了？叶慕恒找你做什么？你最好远离那些不相干的男人。王爷这么在意臣女，难道是吃醋了？燕绝一愣，笑话，他会吃这小疯子的醋？但无法否认，心里有着莫名的膈应。你在本王身边做事，就得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所以今日您才不愿意将众多的实情告诉陛下。可是王爷您本已多年不能站立，心中为何还如此忌惮？就凭本王手中握着3分天下的兵马。云素染的小院里灯火通明，云胜居然在等他。你既然有机会经常入宫，就要注意言行，别丢了咱们国公府的颜面，别让人说你不知检点，整天只知道勾引萧王殿下。哼，这方面我恐怕没有妹妹出色。少拿你妹妹说事，人家至少要入皇家门。那父亲有什么指教？我可是好言相劝。好言好语，不过是看在我治好了皇后，又可能嫁进王府，给云家添一笔光彩，或者像云若雨那样成为巩固权势的垫脚石。爹这些年疏忽你，是在为国为民，为我天凤朝守夜戍边。任由旁人把女儿像牲口一样拴起来，不闻不问，还站上道德制高点了。你来啊，打我！那你照着这张脸再来一耳光试试。你到底想怎样？要不是老子劳苦功高，为朝廷打江山，就凭你纠缠六殿下，又在凤鸣殿放肆烂言，早就人头落地了。真当萧王看得上他，会给他撑腰，任他为所欲为吗？是因为我云胜的汗马功劳，王爷才没拒绝这门亲事。真敢往脸上贴金啊！劝父亲您好自为之。你说什么？真是我云胜的好女儿。还以为她是那个缺乏父爱又胆小委屈的云素染吗？王爷，何事？我只想让王爷明白，我对王爷一片真心。这数年来，虽陪在太后身边，可无时无刻不挂念您的身体。只要您愿意，民女随时可以陪王爷前往邺城。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民女千里迢迢从庆宜山回来，难道王爷不明白我的心意吗？就算云小姐医术高明，你也没必要以娶她为条件来报恩。她没有大家闺秀的温雅，也没有资格霸占您正妃的位置。她没有资格，难道你有？民女自知身份低微，知道不配就好。本王爱娶谁娶谁，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少拿太后的宠爱耍心机。本王的婚事，任何人不能干涉，你不能，太后不能，天子也不能。民女没有耍心机，民女每年送去邺城的药，王爷不都接受了吗？您的王妃需要身份地位，民女自知不配，但愿意只做您的解语花、枕边人。墨池吃惊不已，这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居然能当着男人的面说出这般不知羞的话？尤其她拿着自愿的好意，站在道德制高点，让萧王付出应有的代价。可以说，许淑堂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带着目的的，就是要燕绝纳她入府。这么说，许医官还觉得自己委屈了？王爷难道没见过他那张脸？他长得那么丑，有资格站在您身边做王妃吗？燕绝胸膛升起一股恼怒，他知道云素染被毁容，但绝对不喜欢别人借着丑陋来贬低他。云素染是本王的未婚妻，许医官最好恭敬些，否则你这张脸未必比他更能见人。许淑堂半身冷汗，久久站在原地不能动弹。她生得那么美，燕绝却连多看她一眼也是不愿意，岂不是在说她比不上那个毁容的废物？她不甘心，她一定要让萧王知道云素染是个多丑的女人。你就是圣上赐婚的云素染吧？燕绝的母亲是陈贵妃，贵妃死后便过继给当时的中宫，她是燕绝如己出。萧王身负重伤致残，太后格外伤心。听说连年在庆宜山修佛，也是为了给燕绝祈福。云素染摘下面纱，母后，云小姐的脸曾经……她是萧王的未婚妻，难道哀家没有资格见她的庐山真面目吗？云素染，你不敢了？只怕许姑娘要伤心了。
所有人都震惊了，他的脸怎么可能完美无缺？可怖的疤痕消失不见，整张脸艳丽的过于大胆明媚。太后心里明白，云素染如此美貌，怕是觉儿不愿放手。既如此，共侍一夫也未尝不可。但首先得先把许书堂名正言顺地送到他身边。哀家也是多亏了书堂这些年不分日夜的照料，虽不是母女，却胜似母女。不如哀家就认你做个干女儿，向陛下讨封个郡主也不为过。这是为了给个身份配得上萧王，让他没有拒绝的理由。皇帝想了想，也只好同意，免得太后心里不高兴，又得闹出病来。好，许郡主以后那就常驻京城，宫内随叫随到，出入自由。多谢太后恩典，多谢陛下恩典。郡主的寝居还没有落定，总不能一直住在哀家这儿。觉儿，你的身体也才刚好，昭纯宫里不能没人照顾，这样书堂对你的病情很了解，就让他先入住昭纯宫，待郡主府完工了，再让他搬出去。宫内那么多闲置的偏殿，哪一院不能暂时用作郡主寝居？那都是妃子们的宫殿，怎么能随便搬个未成婚的女眷进去？那儿臣母妃的内院，她有什么资格踏入？儿臣身边有墨池玉白，没必要多个奴才伺候。这话就是直接将许郡主打成了婢女。那是男人，和贴心的女儿家怎么能相提并论？云小姐正是大夫，儿臣有她就够了。云素染是未来的萧王妃，她该多花点时间学习宫廷礼仪，而不是整日和你黏在一起。但书堂不一样。您这是在劝儿臣和那些无名无分的女子多亲近吗？什么无名无分？如今书堂已经贵为郡主，哪儿配不上你？这是本王的婚事，还是你们的婚事？罢了罢了，这事容后再说。许医官啊，你先扶太后回宫去休息吧。王爷可要去看看太后？皇帝也在不断给他使眼色，还不快去给母后说两句好话？你的账回头一并算。严大小姐，6殿下的侧妃娘娘，请您一步。云若雨找他，云素染跟着小丫鬟离去，才拐过花丛，那婢女就不见了踪迹。眼前出现一抹身影，拦住他的去路，竟是燕慕恒。原来是6殿下，怎么现在都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请我闲谈了，还要借用云若雨的名头，怕萧王误会，吃不了兜着走。难怪你敢跟本宫反目，原来是有了资本，就是靠着这张脸勾引皇叔的吗？要知道云素染这么美，他说什么也不会退婚，就是个傻子放在家里也是养眼极了。我勾不勾引王爷关殿下什么事？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本宫吗？不疯不傻就开始玩这些把戏，每次都拿皇叔来压我，想靠着让本宫难堪来引起本宫的注意吗？神经病，让开，好狗不挡道。你现在骂得痛快，等你嫁了就知道，皇叔那样的男人给不了你女人想要的东西。你若是软声讨好，本宫既往不咎，会请太后跟母后做主，让你回到我的身边来。笑死，全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在我眼里，你燕慕恒比不上萧王1/1000，我就是喜欢王爷，爱慕王爷，心里只有他一人，至死不渝。哪怕他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也不会离开他。贪图本小姐美色，你也配？你这个，她是你可以碰的女人。皇叔误会，再让本王瞧见你靠近她，别怪不念叔侄之情。是。6殿下不敢造次，连忙退下。云素染这番赤裸裸的热情表白是他没有料到的，果然这个女人爱他爱得发狂啊！什么至死不渝，哪怕他这辈子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也不会离开。他喜欢这动听的情话。这么爱慕本王？不是，刚才那什么，这算了。云素染觉得自己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再多说两句绝对弄巧成拙，他可能会被当场掐死。你若是扯谎，本王必定把你的心挖出来。为何不告诉本王，如果今夜太后没有让你接下，你打算带着这个秘密到新婚夜吗？怎么，天凤朝有律法规定漂亮脸蛋儿不能戴面纱吗？臣女不想让人以为我只是个仗着美貌以色侍君的女人。以色侍君？燕绝眸中竟隐隐闪过一丝兴奋。啊，云怀哥哥。云怀是玉国公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养子，却比亲生女儿还要讨他欢喜。
年纪轻轻已经是骠骑将军。云怀也因为南征北战有3年没有回京，整个玉国公府里唯一给过云素染点滴关怀的人。哈哈，大小姐这3年一定很辛苦。唉，都过去了，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我分别3年了，我未必还是曾经那个云素染。云素染和云怀相谈甚欢，就觉背后刺来一道冷冽凌厉的目光。云小姐，王爷让您随他走。那就是萧王殿下，传闻中算无一策的战神。云怀眯眼抿紧了薄唇。燕绝，他是谁？你是说云怀哥哥？就那么亲呢？连名带姓还哥哥？他是玉国公的养子，与臣女打小在一块儿。本王知道。青梅竹马嘛，燕绝很清楚云怀这号人物，他早就派玉白把他身边的人事都打听清楚了。他是臣女的兄长，又不是亲兄长。放手！本王还碰不得你了。哎呦，王爷！云素染的惊呼没喊出口，唇上已经落下温暖湿润的吻。她细细地啃咬着柔软唇瓣，不急不躁地描摹着少女美妙的唇形，暧昧的叫人欲罢不能。邺城闭门的5年里，宫内打算安排什么样的联姻，本王并不在意，可偏偏就是你。不是说我没什么特别吗？你的确没什么特别，只是每分每寸都让本王喜欢的不能自已，否则你以为随便什么样的女人都能躺在本王怀里？云素染狐疑地眯起眼，好像燕绝越是诚恳，就越像是皇亲国戚的招安手段。该不会是因为我能治你的腿，解你的毒，所以故意说些花言巧语？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当我是什么人？这个蠢女人，她如此直白的表态，换了谁都应该雀跃、高兴、狂喜起来。也就只有云素染满脑子都是稀奇古怪的多疑。我一生玉叶金科，荣华富贵，从未求过天子，求过神佛，但突然很想求你。求我什么？本王想求你真心，不是因为想要依附于我而不得已的结合，亦或来自于国公府，来自陛下的威压，也不是因为这双站不起来的腿和一身难解的毒，不是因为利用，不是因为报答，更不是因为皇恩浩荡。云素染，本王要你的真心。萧王殿下若只是想要娶个女人占为己有，那再简单不过了。他想要一场心甘情愿的嫁娶，而非迫不得已。云素染不知所措，说好的不近女色，说好的贵不可攀呢？云素染她承认，她对这个金贵俊美的男人有好感。那我就考虑考虑，先让你做我的男朋友。男朋友？谈恋爱的必需品，决定你有没有资格成为我唯一男人的途径和产物。云素染说的理所当然，俗话说得好，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燕绝什么也没听懂，但是听懂了唯一。除了本王以外，你还想要几个男人？不知道这朝野上下。啰嗦，你到底做不做？做。回答不假思索就溜出口了。什么男朋友女朋友谈恋爱的，他都同意就是。反正他想要的志在必得。今天是太子设宴，纯粹是因为十殿下回来了，而邀请萧王是燕景逸特别请求的。云素染来到昭纯宫，却发现萧王并不在。他问了宫娥才知道，他们都去了东宫。喂，你也是今晚来表演的吧？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里头都快要开场了，还不过去准备？记住了，这儿可是东宫，里头都是贵人，由不得你们这些小蹄子乱跑。老嬷嬷见云素染戴着面纱，还以为她也是来跳舞献艺的。素染，好大的胆子，居然敢鬼混到这种酒色筵席上来，还穿得这么花里胡哨，衣不蔽体。我还没死呢，这是想勾引谁？燕绝正一瞬不瞬地盯着那个出众的小胡姬，甫一上场，他就认出了那双勾人的眼睛。与其说他盯着，不如说恨不得冲上前去拧断那胡姬的脖子。哐啷，燕绝手里的白玉酒杯落地，摔得四分五裂。什么舞？跳得不三不四，有伤风化，还害王爷打碎了酒盏。来人，把他们拖出去，杖责80大板。他留下。
过来伺候本王饮酒。一旁的方琼气得要死，萧王宁可要一个低贱的番邦舞娘伺候，也不要他靠近吗？萧王殿下还没有治奴婢的罪，这位小姐就要越俎代庖？难道您是萧王府的女主人？王爷，臣女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这些奴才粗手粗脚的，怕是伺候不好，若不教训一番，将来怕是……能站在本王身边的女人，就绝非他人可以轻易处置。王爷，您怎么可以如此偏袒？对本王不满？不敢。方小姐，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小狐姬咄咄逼人，有失风度。就算要争宠，也该是我那未来的皇婶来争。云娜小姐都没有气急败坏的追到宫里了，你倒巴不得赶紧把皇叔身边的女人整得一干二净，上一个费尽心思的下场是什么？你很清楚吧？我这次回京才知道，皇叔已经被赐婚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来一个800里加急。本宫至今还没有见过那什么云大小姐，不过在没离京前也是有所耳闻，听说她是个破了相的傻姑娘。一眨眼怎么就成了皇婶？皇叔，她有什么特别的？没什么特别。我才不信，没有什么特别的姑娘就能让您为了她不惜跟太后翻脸。她究竟是美人画皮还是三头六臂啊？不行啊，本宫一定要见一见那个蛊惑人心的小妖女。说出来都不信，萧王府里至今没有留过一个女人。燕绝孤高清冷，贵不可攀，英明神武的战神王爷就拜倒在云素染的石榴裙下。云素染她不傻，男人宠着她，纵着她，保驾护航的感觉实在是美妙的让人欲罢不能。哎，小狐姬，你脸红什么？皇叔要娶的又不是你。是啊，王爷娶的也不是您，您那么操心干什么？你这牙尖嘴利的小狐姬啊！皇叔，这小狐姬没规没矩，但是很有趣，不如赏给我吧。休想！燕君里已经投来怀疑的目光，似乎不相信这只是一个恃宠而骄的单纯狐姬。这个小狐姬有问题。燕绝可不想云素染的身份在这儿被当众揭穿。云素染也察觉到了，奴婢只是心直口快，不知会惹恼了诸位贵人。退下，自个去昭纯宫领罚。方琼不敢置信，昭纯宫，萧王居然让这个小狐狸精去昭纯宫。上回他都被拦在了外头，这女人怎么就有资格了？难道陪完酒还要他侍寝不成？昭纯宫没有什么宫娥，他轻车熟路的来到燕绝书房，就看到桌案上正摆着一碗醒酒汤，那么贴心的准备好了。云素染抓起就喝，免得自己一会儿酒劲上头出洋相。还没细想，突然他浑身上下泛起一阵不寻常的燥热涟漪。这汤里被下了药。你吃了什么？燕绝明白了，那碗筷的花样是太后常用的。那不是本王送来的，是万寿殿。我要去找解药。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出得去？冉冉，本王做你的解药好不好？甚至还带着些许小心翼翼的讨好和征求，但绝不容许他说个不字。今夜东宫中那只胡玄武已经叫他疯魔了，恨不得当众将他捆回昭纯宫放肆独享。云素染潸然欲泣，身体涌上的火热将理智冲撞得溃不成军。来就来，谁怕谁啊？燕绝，别那么着急，本王不想伤着你。守在外头的墨池一步也不敢靠近，里面动静不小，发生了什么可想而知。他面红耳赤，恨不能再站得远一点。许君主来做什么？听说今夜东宫设宴，太后命我来看看王爷是否喝醉了，若身体不适，我可以帮忙照顾。所以他以太后关心为名，提前命人送来了醒酒汤，再算准时机来探望。燕绝若是喝了酒又中了药，那岂不是天赐良机？只要生米煮成熟饭，让太后知道他们已经同床共枕过了，那进萧王府就是名正言顺。不必，王爷千杯不醉，无需操心。是吗？那至少也该容我见一见王爷，好回去复命啊。王爷已经就寝，不见任何人。就寝？看着不像啊。里面是有什么人在吗？这不是你该问的。你是要违抗太后的旨意不成？难道不是许君主想要违抗王爷的旨意吗？我就是要进去呢。别怪属下翻脸无情。你现在里面的状况，若是被人打扰，
谁的脑袋都得掉。云小姐，我来向你赔李家道贺的。今夜起，您就是萧王妃了。从前多有得罪，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咱们一笔勾销吧。我见小姐说了，她既往不咎，请您不必在意。隔着门算什么？至少也要面对面喝杯酒，冰释前嫌才算礼数吧。小姐说了，她不见客。看来只有请太后出面，才能见到萧王妃了。你们都拥在这儿找哀家不成？我们是想来道喜的，谁知道萧王妃那么金贵，除了萧王谁也不见，她八成还记恨着我呢。萧王妃，连哀家也没资格让你开门吗？香彤一听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太后恕罪。萧王妃人呢？小姐，她有点急事。急事？什么急事？今天是她与萧王的大婚，天底下什么事急得过这一件？你们云家是反了天了！去把玉国公和云怀给哀家找来。启禀太后，奴婢知道，奴婢方才去酒的时候，看到萧王妃从侧门急急忙忙的跑了。不是的，不是的，是钱小姐说大少爷受了伤，小姐急着去救人，这才……她现在是什么身份？大婚夜和别的男人厮混在一起，她是疯了吗？去找出云素然，哀家要亲自治罪。站住！他已经听到禀报，云素染不在新房，惹得太后大动肝火。觉儿，你这次绝对不能再护着她了。许郡主，先送太后回宫。男人阴冷的眸光叫太后都不免心悸，他只得妥协。她去哪里了？王爷，小姐没和别人跑，她真的是去救人的。奴婢亲眼可证，是钱小姐找不到太医才出此下策。小姐说她去就回，但她一直没有回来。主子，王妃绝对不会做出背叛您的事的。王爷，查到了，神武门说钱参领的马车一展茶千离了宫。方才一进新房，他就接到萧王的示意，前去查探。备车。燕绝神色紧敛，云素然新婚夜不声不响和人私奔，笑话，麒麟阁没有人，只有一个可能，他遇到麻烦了。一夜宿眠，再睁开眼时，窗外已经天光大亮，他噌的从床上弹跳起来。昨晚上好像把燕绝给办了，还是他主动的。完了！冉冉，连床都下不了了，还想逃去哪儿？做贼心虚，吃了不认账。谁说我要逃？这件事谁也不许说出去。昨晚上只是个意外，王爷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燕绝的面色蔚然一冷，那他昨晚上算什么？还真是个解药工具人了。本王若是要追究呢？你追究什么？这事儿不是你占的便宜吗？占便宜？本王费神费力让你满意，就换个无事发生，那感情是本王不够努力，没有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喂，你敢白日宣淫？再来一次，怕是骨头都得散架。虽然他早知道萧王不能人道不近女色这事儿是个幌子，但绝对没想到他站不起来都快把他折腾死了。要是治好了，他还有命活吗？那我问你，昨晚那碗醒酒汤是万寿殿的安排，如果王爷喝了，打算怎么办？冉冉一定也愿意为本王。想得美，冷水倒是可以泡一碗。若是本王泡坏了身体，怕冉冉将来会得不偿失。云素染出了招纯功，终于有机会打开空间了。927，我靠，你中病毒了？不是小的中毒了，是主人中了迷魂汤。您说您昨晚干什么啦？你猜？空间能值爆棚，灵泉暴涨，连小的都感觉浑身充满了动力。我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所以主人昨晚上快活吗？你怎么知道啊？莫非因为他和燕绝做的那些事儿刺激了空间？我去，还有这种妙用啊！那以后岂不是可以每天……呸！主人这是日久生情啊，就是不知道这个日是动词还是名词。他怎么跑到宫里来了？母亲剩下的嫁妆就是其中有一些落进了张氏的口袋。见了本小姐连个礼数都没有。来人，把她送到掖庭去，好好管教管教。你到底想怎么样？相同和府里的管家清点了当初我母亲带到国公府的东西，在嫁妆和礼单上发现丢失了一些小物件，恐怕是遗落在你这儿了。我一没偷二没抢，那个首饰盒呀，是以前国公爷赏给我的。
既然送给了我，那就是我的。别说云胜没权利分配，你又有什么资格霸占我母亲的遗物？云小姐，你不会真以为乔南是什么高贵典雅、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闺秀吧？我告诉你，要不是当年国公爷看中他带来的财富和地位，你以为他真的愿意娶你娘那种虎夫女？东陵明珠生的再美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了讨好男人，什么都肯做。自以为绣个花跳个舞，他就是云胜的心头肉了。哼，说穿了呀，他和我这戏班子流亡出来的贱婢没什么区别。他睡过的男人我都睡了，他的东西我怎么就不配？云素染一耳光甩到张氏脸上，他恶狠狠地盯着云素染：你想要回去，除非我死了。这里可是皇宫内院，不是你的玉国公府。母亲，姐姐，你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欺负我的母亲？你挡在我跟前找骂，是想替她挨打？淑妃娘娘，您看看她，您可要为我们母女做主啊！这小侧妃耍着心眼要她出头，开玩笑。云素染是什么人？就算真的殴打了一个没身份没地位的张氏，也全凭她高兴罢了。淑妃可没笨到和萧王过不去。本宫方才有些累，什么也没看到。难道不是张氏自个儿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云侧妃啊，就别大惊小怪了。既然大家碰到了，别这么剑拔弩张的，去园中小坐一会儿吧。淑妃娘娘近来面色红润，气血饱满，只是眉角眉梢略有疲态。吃食上较上回相见多了一碟酸果和乌梅，莫非您有孕在身？云小姐好厉害，这么一瞧就猜出来了。本宫谁也没说，正打算这2日告诉陛下呢。那可真是恭喜淑妃娘娘了。虽然淑妃没有给她出头，可毕竟是皇帝的宠妃，她见谁都要讨好一番。不像这世上某些人呐，一辈子都尝不到身怀6甲、被人宠爱的滋味了。淑妃娘娘，明父会炖3流鲫鱼汤，还会做白夫莲子羹，连太后喝了都喜欢。我打明儿起也给您做上。这个皇子和若雨的孩子一样，出生就是天皇贵胄呢。云素染知道他在讽刺燕绝，好啊，既然口没遮拦，就让他知道什么是祸从口出。这话倒不假，如果妹妹怀的是个男孩，就是陛下的第1个孙子，那可是皇长孙呢。帝制里怎么说来着？什么帝制不帝制的？这个孩子呀，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帝制里，长子长孙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淑妃眸光不着痕迹的一凛，顾家是太子党，淑妃进宫自然也是为太子铺路，保住燕君临的地位不动摇。如今云若雨和这个肚子里的种，看来会碍了太子的路。我这张嘴啊，就是关不住。淑妃娘娘，您别见怪，无妨。听说你近来时常在太后身边效劳，太后呢，不光喜欢白夫莲子羹，还格外爱吃藕荷酥里的莲心，最好啊是新鲜采下的。看这满壶莲蓬，应该也是今年夏天最后一季了。淑妃摆明是在暗示他如何讨好太后啊！不如就由明父为太后采摘些莲子吧。女儿，这可是给太后献殷勤的大好事啊！你呢，就坐在小船上做做样子，其他的事交给我。今晚再给太后做上一碟藕荷酥，由你亲自送去。只要你肚子里的孩子博得了她的喜欢，那咱们就是在宫里横着走都不怕了。皇后娘娘派人来说，请云小姐去一趟凤鸣宫叙叙旧。云素染立马行礼离去。皇后娘娘倒是喜欢云小姐啊。皇后喜欢她，说明她更能坐稳萧王妃的位子。萧王对皇帝来说至关重要，他手里的兵权一日不泄，将来的新帝也要看他脸色。但本宫现在担心的不是云素染。云若雨如果真的诞下男孩，绝对能给六皇子增加不少的筹码。那也要他生得了呀。这后宫就算什么都缺，也绝对不会缺心眼儿。云素染来到凤鸣宫，许书堂偷梁换柱的事，云小姐千万别放在心上。太后是心疼萧王的病痛，
才希望多几个女人在王府照料。可正妻就是正妻，其他的莺莺燕燕不过是消遣罢了。娘娘您看，这白锦盆里种的是玉柳花，花开娇艳，独树一帜，可盆中却总有些喜欢见缝插针的杂花杂草，如果不把它们铲除，它们会吸取土壤中的养分，让玉柳慢慢枯萎死去。云小姐的意思本宫懂，但她曾几何时也是盼着一生一世一双人，只是身在皇家不由己。娘娘，御花园出大事了！云侧妃和张氏泛舟不小心翻沉了，云若雨溺水，孩子可能保不住。皇后震惊，云小姐，随本宫去看看。许郡主，一定要救这个孩子，我一定要保住他。孩子已经8个多月大了，若是这个时候出什么意外，那可怎么办呢？这是他唯一能在叶慕恒面前拿出来的东西，还时常拿云素染和他相提并论。男人就是贱，得到了的当草芥，得不到的是月光。云侧妃怕是胸腹积水过多，可能造成孩子窒息。这个情况必须马上催产，否则会胎死腹中。去取2颗神效催生丹，还有醋和冷酒。其他人过来把他摁住。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可是6殿下的侧妃，我怀的是圣上。嘶哑痛苦的叫喊不断从内室传出。母后，这都1炷香过去了，会不会出事啊？急什么？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她云若雨能为皇家诞下子嗣，已经是她无上的光耀了，还求什么？半个时辰后，许淑堂抱着被绒布包裹住的孩子走出来，是个死胎。太后呆愣了半晌，连看也不看那个孩子。一个死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云素然很清楚，孕妇溺水只要自己不淹死，是不会造成胎儿窒息的。可为什么会是死胎？显然许淑堂做了手脚。云若雨最近带着张氏在太后面前蹦跶，张氏又是一张关不住的嘴，触及了许淑堂的利益，所以他借机将胎儿弄死在产道内。云素染，你为什么没救他？为什么没有保住本宫的孩子？吵我为什么？许郡主为云若雨催的生，你想出气找太后还命去？你不是京城神医吗？你不是无所不能吗？我现在又成神医了，在殿下眼里，我不一直是个江湖妖女吗？妖女的医术你也敢信？云素染，慕恒不得无礼，云若雨的事和云小姐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民妇的错。来人，把这个没用的贱妇拖出去杖责，给本宫往死里打。云素然从乌烟瘴气的寝宫出来，才发现已经有人候在门外。王爷刚才没有瞧见，一屋子的人心眼能有800个，只怕满屋子心眼加起来也不及你一个。淑妃娘娘是太子党，张氏敢在她面前信口雌黄，就是嫌自个儿命长。帆船是淑妃搞的鬼，但胎儿的死是许淑堂做的案，尤其还敢在她面前嘲弄燕绝的痛病。不知道孝王殿下已经从表面未婚夫晋升为正牌男朋友了吗？下次能动刀子就不要动手。张氏那般嘴脸的人皮糙肉厚，若是打伤了手，本王心疼。王爷不觉得我是个诡计多端的坏女人吗？坏？那就再坏一些。本王就喜欢为非作歹。张氏母女霸占国公府，设计陷害云素染，令她毁容痴傻，成为全京城的笑柄。这世道有因果报应，才有天理循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从不怜悯可恨之人。燕慕恒府上的人找你什么事？讨教怎么勾引一个男人。你会勾人的事那么快就传出去了？也是，昨夜热情奔放，让人欲罢不能。今晚换本王留宿国公府。哎呀，真是光想着吃嫩草。是挺嫩的。云素染几乎怀疑，要不是中了药，他可能会直接死在他怀里。生产队的驴都不是这么干活的。这个送给您。珍珠是长得很像珍珠的追踪器，一对成双，即便远隔千里，也能快速感应对方所在的位置。这个小屏幕上能分类显示山川湖海的各类地形。地图？没错，就是微型地图。但凡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标记到里面。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走遍了整个天凤，那么这里头就会有完整的天凤朝地理信息。大千世界竟然如此神奇，这是什么原理？科技。倒是新鲜。燕绝摇头，并不那么明白。这可比派几个容易暴露行踪又不方便跋山涉水的暗卫强得多。王爷说好了，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准你上来躺着，没准你乱来啊。放心，
本王没那么丧心病狂。话是那么说，不规矩的手已经迫不及待搂紧了人。燕绝，冉冉，本王这个男朋友是不是有资格晋升成你的夫君了？快回答。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过段日子，内务府会派嬷嬷来，专门教导你一些大婚需要的宫廷礼仪，不必太认真。好麻烦啊！皇后娘娘还说要我宽容大度，将来得容得下王爷身边的女人。本王身边不会有其他女人让你烦的。本小姐赚钱搞事业都来不及，哪有闲心和女人们打交道？燕绝，你的腿是不是好些了？半个多月没调理，还那么疼吗？可要给本王做个彻底的全身检查。帅！他怀疑自己要是点头，燕绝现在就能从床上蹦起来，脱个精光，给他360度无死角的全方位展示一遍。云素染接下来居然没有半点睡意，毕竟身后总被什么东西抵着，哪个敢闭眼呢？还蓄势待发的。你对宫规礼节不熟，但是大婚之前必须要恪守礼仪。哀家今日就亲自看着贵嬷嬷教习。老奴领命，还请云小姐站好了。这后颈、脊梁、腿根、脚板都得笔挺耿直，别怪老奴严格，这可代表着皇家的威仪呀。没想到母后这很热闹，原来是贵嬷嬷在教导礼仪，本王恰好闲着，就留下来一同受教。哎呦，这新婚的礼数多半也是要做给本王看的，本王满意了才算过关吧。贵嬷嬷，请。贵嬷嬷这下哪里还敢对云素染动粗啊？就怕萧王一个舍不得把他脑袋给砍了。等云素染嫁到身边，他想怎样就怎样。将来回了邺城，整个城池都是小姑娘的，就算要做窜天猴子，他也绝不阻止。深秋日便是出嫁时，云怀独独坐在一边无动于衷。钱思柔远远地偷看他许久，他居然从那身影里感觉到了男人突然而来的落寞和失意。莫非云怀心里偷偷喜欢着的是云素染？钱小姐为何在这里踌躇不前？徐郡主，小将军的妹妹今日出嫁，她难免心情失落，此时此刻最需要人温言安慰。钱小姐既然倾慕已久，何不趁此机会让自己占得一席之地呢？昨日之事不可追，但明日有未可知啊。许书堂就像在开导他一般，递上手中的酒杯。钱思柔抿唇，他接下酒杯，鼓足勇气走上前去。萧将军独自在这伤神吗？您年少有为，是朝廷倚重的肱骨之臣，论文论武，哪一点比不上他人？多谢钱小姐厚爱。你身体不好，就不要饮酒了。今夜只有钱小姐的酒，我不推辞。钱思柔心里雀跃，这可是云怀第一次心甘情愿接受他的好意。小将军上战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杀人，杀的人越多，功勋就越高。功成名就，位极人臣，才能回来保护他的大小姐。突然，云怀。此时新房内，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萧王妃，您开开门，云怀出事了。你说什么？云怀刚才昏迷不醒，我找不到太医，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焦急不像是说谎。王爷他们呢？都被陛下叫去了，我哪敢去那边打扰？您就想办法救救云怀吧。小姐，您这是要去哪儿？云怀出事了，我得去麒麟阁看看。不行，这个时候出去，万一被人发现。外面的喜宴没过3巡，王爷不会来的。你待在房里别出来，如果有人找，就说我除了王爷谁也不见。好了，我去就回。钱小姐还没醒，你先休息，我去看看情况。大小姐，这里已经不是京城，新婚夜出京，太后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若是回去，必定要遭受流言蜚语，皇上会治罪的。干脆别回去了。你也知道，今日是我大婚，我不回去更落人口舌了。明日就该变成我抛弃丈夫与人私会，我是问心无愧，为何要惧怕解释？大小姐嫁给萧王，不也只是权宜之计吗？想要依靠他的权力来摆脱父亲和叶慕衡罢了。我能给你的，未必比不得他。当然不是，我愿意嫁他，是因为他值得。可这世上值得嫁的，不止他一人。萧王权势再大，他也是个废人啊。云怀不舍得他的大小姐一辈子伺候一个站不起来的人。我不许你诋毁他。大小姐为何不回头看一看？你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了吗？
你说你想离开京城，走得远远的，去听大漠的风，去看高陵的雪。我要你等我3年，3年功成名就，就一定带你离开。否则，你以为我为何要在玉国公府忍受云胜的一切摆弄？和你说这些话的人不是我，那个云素染死去了，需要兄长保护的云素染已经香消玉殒。现在的你是我的义兄，我敬爱也尊重的义兄。也许有一些残忍，但感情从来不许旁人多分1寸，也不允许优柔寡断。我要回京。我若不允许你走呢？你敢？愠怒戾气震得空气都带上紧绷感。你眼前的这个女人是本王的妻子，堂堂正正的萧王妃，还请小将军自重。来人，带小将军和钱小姐回去，好好照顾。你知不知道今夜私自离京会给自己招来多大的恶言？本王还未进新房，你倒有闲情去看别的男人。离开新房是我理亏，可钱思柔来找我，我不能眼看着她受伤不理吧？况且离京根本不是我的意思。若不是因为他是玉国公的养子，对你来说只是个外男罢了。王爷那么认为，我无话可说。所以你宁愿跟着他出城，也不愿和本王成亲。云素染为什么不肯服个软，认个错？他根本就舍不得打骂他，他偏偏又在这儿逞强。我没说过。那就是心里想了。你简直不可理喻。他从头到尾都在维护燕绝，可他不听解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强词夺理的质问。云怀认为本王一个残废没资格霸占你，恐怕要让云怀失望了。原本坐在轮椅上的身影竟然缓缓地站了起来，燕绝的腿好了，下一瞬巨大的重量压倒下来。本王不允许任何人带你离开，一步也不许。你发什么疯？是被你逼疯的。云素染慌了，他不要在这不清不楚的情景下带着愤怒和误会与他同床共枕。好疼！突然他声音一哑，燕绝察觉出他的不对劲儿。云素染面色虚白，额头冷汗频出。去请云先生，快！如何？小王妃有孕，但她身体纤弱单薄，有些虚寒宫亏，还得好好安胎。老夫先下去煎安胎药。冉冉，都是本王不好。燕绝认错得很干脆。云素染不理不睬不吭声。冉冉，你看我一眼好不好？别生闷气，要打要骂也得与本王说句话，好不好？怎么？我怀疑这孩子也是别人的？燕绝一听他开口，顿喜上眉梢，这有台阶还不赶紧顺坡下？别说气话，今夜全是我小心眼吃醋。太后当时气急了，非要抓着你的把柄，把你下个夜逃私奔的罪名。本王若有半分怀疑，就不会着急出宫寻你了。说的好像我真的要去私奔似的。我要私奔，还能让你们给逮着？本王不怪你去救人，但云怀想带你走，本王不能容忍。所以你就不听我解释？本王从没有怀疑过你，自然不需要任何解释。你看什么？本王看自个的孩子还不准了，别生我的气了好吗？这是什么？孩子将来的名字，本王要亲力亲为。那也不用那么多啊，写几个挑出来就够了，这该有上百了吧？谁说冉冉只生一个呢？万一是双胞胎、3胞胎，保不准4胞胎、5胞胎，连生9子什么的。你当我是母猪啊？本王若知道你有身孕，现在想来还真是后怕得很，恨不得把人锁在身边，日夜照看着。我嫁给了王爷，就不会与别人有任何感情牵扯。你不许质疑我、伤害我，也不许再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对我发火。还有，要写检讨书，2000字起。检讨书是什么东西啊？你要本王写那种连翰林院的夫子都没罚过的玩意儿？写不写啊？写。哦，对了，你的腿能站起来的事，恐怕还不能宣扬，包括我有孕这件事。他很通透，燕绝之所以能掌着3分天下的兵权，还不被皇帝彻底削藩，就是因为天子对他的残废很信任。要是突然发现萧王双腿健全，又回到了那个能征善战的战王殿下，以他在军中的声威一呼百应，岂不是得成皇家忌惮的绊脚石？委屈冉冉了。万寿殿，太后根本睡不着，等了半宿，终于接到侍卫汇报：昭纯殿里可有责罚？没有。可有打骂？没有。岂有此理！他被这个小狐狸精给迷信了。书堂那么好的姑娘他不要，偏偏要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云素染，上墙拆瓦什么不会，他还宠着呢。这次闹出这么大的事，明日要是别人都知道了，他这尊严
往哪儿搁？王爷被迷得五迷三道的。今日请您回宫啊，就是为了不让您抓住他思乡受寿的把柄。明日肯定还得带王妃来请安。请什么安？哀家不见。太后应该趁此机会好好质问质问，给咱们徐郡主撑个腰啊。萧王妃过了43刻才姗姗来迟，看来睡得很香啊。可哀家昨晚却一点儿也睡不着。母后要怪就怪儿臣让冉冉多辛劳了。您若伤神失眠，连许郡主都束手无策，那儿臣即刻请太医前来。你别给哀家岔开话题。昨夜是在何处寻回萧王妃的？玉国公府。国公府？去国公府做什么了？义兄在锦城受过毒伤，昨夜突发恶疾，治疗的药物又都留在国公府。钱小姐不得已才来请臣妾前往。此间钱小姐也一直在照顾云怀，您若不信，可以宣她进宫询问。即便你说的都是真话，大婚之夜丢下萧王出宫也是大罪。母后若是觉得萧王妃不守本分不讲规矩，那这罪本王也有一份，是本王允许她任何时候可以出宫看望兄长，燕爵甘愿一起受罚。你这不就是明晃晃的偏袒？徐淑堂的手心都要掐出血来，仿佛云素染抢走了本应该属于他的全部偏爱。他朝一旁使了个眼色，云怀将军暧昧心切，贤小姐又对他一腔赤诚，难保不会联合起来撒大谎啊。老奴可是听说萧王妃连京城大门都出了，要是不是及时被逮回来，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啊。桂嬷嬷，敢问是谁在传这些话？这万寿殿外的丫鬟们都这么说。劳烦桂嬷嬷上前来。老太婆昂首挺胸走到他面前，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打在桂嬷嬷脸上。桂嬷嬷是宫内的老奴才，却不知平息流言蜚语，还净找这些空穴来风没有证据的话，在大堂上搬弄是非。是我这萧王妃不入你的眼，还是你根本不将王爷放在心上？老奴没有啊，太后。萧王妃，这可是哀家的人呐。母后明鉴，云素染是本王的正妃，桂嬷嬷却敢如此针锋相对，出言不逊，这宫内乱嚼舌根，企图污蔑萧王妃声誉的，本王都不会留情。他们这哪里是来请安，分明是来立威呀！哟，巧了，萧王妃也来国安寺呀。您来求什么呀？大概是求子吧。萧王是个残废，早就听说不能人道也不会有子嗣，有些事儿心知肚明就好，怎么能摆在明面上？我家小姐求什么与你何干？莫非顾夫人就是来求子的？那惨了，明着老鸨还想生猪，送子观音也很为难吧？你这个贱婢！顾夫人若不是求子，那就是想给顾颖求一枚姻缘。我需要给颖儿求什么好姻缘？比得上东宫正妃的位置吗？说的是，太子早就过了成婚的年纪，是该选妃了，倒不如正妃侧妃一块儿入宫，热热闹闹的。我瞧李太傅的侄女，周学士的千金，都是才德兼备的好姑娘。哎呦，萧王妃真是慧眼识珠啊！将来全凭王妃提点提点了。那几位夫人正是被点名的，这下乐坏了。进东宫，不管是正妃侧妃，那都是前途无量。太后有几句话要问萧王妃，神明在上，你若说谎，天打雷劈。谁的孩子？臣妾是萧王妃，自然是萧王的孩子。胡说！那日我探过你脉象，这孩子至少4个多月了。且不说王爷是否有能力，就算可以，你与王爷成亲不过2月有余，这野种究竟是谁的？这段日子，许淑堂为了确定云素染是否真的怀孕，特意留意过御膳房送去昭纯宫的食物。依我看，怕是王妃身边的诸多爱慕者之一，否则你为什么千方百计隐瞒怀孕的消息？如果真是萧王的孩子，早就该大肆宣扬，来稳固自己的身份地位。太后和许郡主若是怀疑，为何不直接将我送去慎刑司，严刑拷打一番？莫非是害怕王爷兴师问罪？许素染不肯透露怀孕的事，难道王爷也由着他不说？这里面有文章，如果是个野种，传出去岂不丢尽皇家脸面？太后，趁王爷不在，您要当机立断啊！太后思来想去，摆摆手。许淑堂从帘后端了碗汤药出来，休想拿觉儿来威胁哀家，你把他迷得团团转，
说任何话他都会深信不疑。原来我还有这么大魔力啊！许郡主知道谋害皇家子嗣是何罪？问得好，你能拿太后治罪吗？许郡主，萧王带人把国安寺给围了，香客们都给赶走了，您倒是出来说句话呀！许书堂一惊，还来不及把手里的作案工具放下，砰！小和尚就给踹进了天王殿。母后是在这与萧王妃叙旧吗？觉儿，你可知云素染早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是啊，王爷，您就不管她怀的究竟是谁的野种吗？云素染有身孕之事，本王一清二楚。若再从你口中听到半个字眼的污蔑，本王会让你永远闭嘴。况且冉冉医术高明，天底下有什么不能治的？本王与爱妻闺中密使，难道也要向你们一一禀报吗？萧王妃既是正当有孕，为何不上报内务？这件事是本王之过，冉冉当初一而再再而三拒绝本王拟定的婚期，所以才没有及时通报内务，全怪本王难止情理，不守规矩。所以许郡主这碗汤药是……太后知道误会了，哪里还敢多话？补身药。承蒙母后关心，不过冉冉近来大不有余，不如就将这碗珍贵的补药赏给许郡主吧。许书堂看向太后，太后只能朝他暗暗点头。你若是当着面说是给萧王妃的落胎药，他立马就能让你重新做人。许书堂只能仰头引进。站了半日，累不累？你要是想拜佛，本王在府里给你建一座大佛堂。我看许郡主挺喜欢那碗汤的。那明日开始，本王每日派人送一碗，盯着他喝。落胎药喝多了，对身体自然会有影响，但燕绝对许书堂那种人没有什么怜悯善心。此时6部议正阁，文臣武将排排坐，原来是800里的边沿战报刚送到。格木现在是三王手底下统兵10万的大将，当初萧王征战西戎时就和他交过手，不是个善茬。你们没见着吧？人家都把挑战书送来了，他要萧王殿下亲自去莽河迎他入关。难不成还真让萧王去莽河？就凭他那个样子，怎么给陛下打江山啊？就是，咱们的战神出不了征，还当什么战神啊？这名号早就该换了。冠在那个华而不实的皇亲国戚身上，岂不是昭告天下，咱们天凤是无人可选了吗？看来本王的存在是丢了天凤脸面了。怎么会？正逢年期，怕王爷心烦劳累，西戎下了挑战书，要萧王殿下应战，这不妥妥的膈应您吗？以本将之见，王爷这副身子还是在京城养养花草，陪陪美眷就是了。格木的2位兄长都死在本王手中，他想报仇雪恨，好，本王应战便是。什么？王爷，您莫要玩笑！去西戎路途遥远，可不是坐着轮椅马车就能轻易到达。兵卒们更没心思伺候一个残废。燕绝冷眸扫去，脊梁挺直，微微一拖轮椅，竟然就这么站了起来。凌人的压迫感一下将所有人都震慑住了。萧王的双腿竟然康复得完好如初。西戎想见战王，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燕绝回到宅院。你做什么？你们不是要去支援太子吗？大军会经过漳州驻扎，我也去漳州。别胡闹，知道自己怀孕几个月了，哪有带着妻子上战场的？军队里绝不允许女人跟着。谁说我要跟着军队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该不会又想着跑去漳州做生意吧？本王养得起你，哪家的王妃像你？漳州城是运输粮草军饷的要道，可以说边人大战就靠他撑着。封太尉如今手掌大权，我怕他背地里动手动脚。不行，我看过地图，援军会先在孤狼隘下营，离漳州城不远。你呀还能见着我呢。这一仗少则3个月，多则1年半载。怎么，王爷不想看着孩子出生了？云素染瞧他还不肯松口，索性脸一变，抱着肚子哭道：哼，你爹是个没良心的，要把咱们俩丢在京城不管了。别对孩子胡说，本王什么时候也丢下你们了？那就是同意了。我这次可是征求你意见了。跟强行决定有什么区别？好，你去漳州，但只能在城里，一旦战役有变，立马撤离。什么？他的腿好了？可不是，千真万确，老奴亲眼看到呢。很快，王爷一定会来请旨的。他的腿肯定早就好了，竟然瞒着朕，他真是居心叵测。柳公公，你说他瞒了朕多久？柳公公哪里敢回答？皇帝要是早知道萧王不是一个残废，恐怕早就找100个理由扼杀邺城了。
老奴觉得，既然王爷想应战，那就让他去，再派普护做援兵统帅，让整个大军掌握在池卫和普护的手中。若是将来大捷而归，就将这功劳全算在太子的身上。一旦出了差池，陛下觉得是谁之过呢？当然是那大名鼎鼎的萧王，到时候想拿捏他还不简单吗？恶他之策，其中他人酣睡。准。燕景逸，你是疯了跑这里来？你暂时安顿在漳州，哪也不许跑，否则本王回京亲自在陛下面前参你一本，你就等着宫里牢底坐穿吧。这燕景逸还是给太后请的旨，找了个为天凤和太子哥哥祈福的借口，这才匆匆忙忙离京。皇叔，小事来都来了，就当留下来照顾我。就是有那个家伙，本王才更不放心。再过2日就要进莽河地区，便不能来看你了。你好好在漳州等着我的大捷消息。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天凤前沿大军乘胜追击，捷报连连，简直是势如破竹。云素染面上好似不关心，比谁都惦记着每日查询萧王进军到哪儿了，驻扎哪儿，受伤没有。红姑下意识地看着他肚子，算产期该是下个月初或是中旬。他早已给萧王送去消息，真希望自家主子能赶回来看着孩子出生，否则定会抱憾终生的。客官，有人给你们送请帖来了。看来是封太尉牵头把欢喜楼的老板约出来了。云若雨，没想到姐姐还记着我呢。你不是疯了吗？疯了，我若是不疯，恐怕早就死在京城。你想怎样？别那么担心，我不会伤你，只是要你见见几位朋友。这些人是怎么进城的？哦，你不光是欢喜楼的老板，你还是太尉府上的人，瞒着封太尉给了他们进关文牒。我从京城来到边沿，求过人，行过乞，做过最贱的活，也伺候过最贱的人。西戎人救了我，把我送给封长清。封长清很简单，贪财喜色，在我看来却比叶慕恒好上千百倍。他话音未落，身后的人就抓着被五花大绑已经昏迷了的燕景逸进来。你们敢轻举妄动，我们就杀了这个小殿下。云若雨，你这是要通敌叛国吗？桑吉大人，他归你了。云素染活着就是个好筹码，一旦你们不能收拾残局，就要保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王爷，何事？方才新一批的粮草运送到营，只是宋粮官还捎带一件东西，说要交给王爷过目。是云素染的耳环。冉冉出事了。萧王，大战在即，太子和池卫还等着里应外合，您私自离营做什么去？末将回京非要参他一本。大将军，那现在怎么办？什么怎么办？难道没了萧王，咱们就寸步难行吗？听本将号令，整军出发，从西河山坳进军，直接穿过山地，在西南角夹击革木。桑吉等人出了漳州城后，进入山林，马车却被拦了下来。桑吉叔叔，里面是什么人？你们一路从漳州出来，莫非上面的是天凤人？突然，马车上摔下一个身影，燕景逸。慢刀，他们把小皇婶也给保了。桑吉叔叔，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不知道我还不抓呢。逮住了萧王妃，天凤和西戎的战局可就由我们决定了。你想威胁萧王？疯了！你是想要整个查尔察部陪葬吗？萧王要是知道自己的妻子被西戎人掳走，别说什么太子党、三王党，整个西戎都可能要被屠杀殆尽。这不是左右战局，这是引火烧身呐！他们是我朋友，你得放了他们。大宗正要救天凤人，那就是叛徒行径。你爹已经为了这场战争牺牲了，你现在却要把这么好的筹码送过去，我看你才是疯。查尔察的族人都听到了，满都要帮他的天凤朋友，你们还要继续追随他吗？桑吉要将部族陷入交锋，你们听他的就都是帮凶，他还没有资格号令查尔察，我才是大宗正。请婉容姑娘带王妃和殿下走，这里让我来拦着。他们这几天浑浑噩噩，中了迷药，行动不便，靠他是带不走云素染和燕景逸的，倒不如留下来拖延，让熟悉这里地形的满都救人。桑吉叔叔在查尔察势力不小，很多人表面上服从我，实际上都是向着他的。萧王现在势如破竹，败了三王的人马，西戎要是知道你们的身份，肯定恨不得把你们给千刀万剐了。如果我们能躲过这一遭，我再想办法找人联络萧王，把你们送去他身边。满豆，你这样救我们，查尔察部恐怕不会放过你的。管不了那么多，桑吉一直想要取代我的位置，我就算什么也不做，他也会想办法对付我。
你们在天风的时候救过我，我不会让你们成为战争的筹码。萧王妃，你是不是很不舒服啊？就是有些疼。小王婶，该不会是要生了吧？生孩子该怎么办呀？你是女孩子，当然你接生啊。我哪来的经验？你接了这次，下次自己就有经验了。我没事，你们两个别吵了。萧王妃，您一定会没事的。是啊，皇婶您再撑一会儿，很快就有人来救我们的。我可以让我的游隼回去找救兵。满都抬头看到了那只盘旋的游隼，神色煞变。你一直让他跟着你，坏了啊！你的游隼没有经过训练，不懂得隐藏。西戎人靠禽鸟追踪比你厉害多了，你会把桑吉引来的。我看你们还能往哪儿跑？桑吉叔叔，你要大宗正的位置，我可以给你，你必须放了萧王妃。你把宗正之位给他，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桑吉大人，出事了！天凤大军的骑兵把整个漳州城封锁了，关外所有山门、官道、隘口全部在盘查，由萧王领头，正朝着魁江石滩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云素然默默地捏着手中的珍珠扣，虽然最近能值太弱，不够灵敏，但只要有蛛丝马迹，燕绝就能寻来。他深信不疑。既然回不到查尔察，这女人就是个累赘，带不走的只能销毁，把所有人都剁成肉泥。王叔，他们把小王婶封在棺材里投江了。王爷，属下们立刻派人去下游拦截，沿着魁江的所有石滩搜索，一定可以。他们没有人敢去看燕绝的神色。如果萧王妃死在魁江，不管是西戎还是漳州城，恐怕都要掀起腥风血雨。萧王双眼赤红，周身席卷的暴虐气息令他如同一头濒临爆发的野兽。几乎是一瞬间，他朝着看似平静的江水跃了下去。全是他的错，是他没有保护好云素然，不管是生是死，他都要亲自带他回来。王爷，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他要生了。早产的疼痛令人无法呼吸，他一个劲地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哭。察觉到身体的异样，他哆哆嗦嗦地摸出一支针剂，这是自怀孕后就一直在空间内准备的催生针，他需要引产。阵痛的乏力令他恨不能咬断牙齿或血吞，半身麻痹让人失去所有的意识，连自己都不知道过了多久。孩子出生的啼哭将他从恍然中惊醒。你父王很快就会来。燕绝沿着江，他尝试搜寻每片浅滩，想找到云素染可能被冲上岸的痕迹，但是一无所获。突然，远远的有类似婴儿的啼哭传来。冉冉，云素染，云素染，你回答我，云素染。燕绝，本王在你身边，一步也不会离开。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燕绝抱着怀中那对母子，宛如抱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上苍怜他燕绝，才将冉冉还给了他。真的不禀报主子吗？唉，没必要。现在哪怕是圣旨来了，王爷也不会接。说了又如何？主子也没有任何心情来探讨军情。萧王妃被封官投江，关内产子，一个母亲能够做的一切，她全做了，令所有人都感动敬佩。如今天底下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在萧王心里重得过云素染的生死。萧王妃怎么样？荀先生已经看过了，王妃需要静养，宗正大人不用担心。那孩子呢？早产子，身体有些虚弱。都怪我怎么就没能保护好王妃？不，全怪我。皇叔要打要骂，就算砍我的头，我也不反抗。于若雨他早有料到，只要把云素染的耳环送去前线，就能让萧王方寸大乱，轻而易举地把他引离军营，冠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老爷，这可是个大好机会啊！怎么说？萧王擅离职守是大罪，这场战争不管输赢他都逃不了。您不如早些将他拿下论罪，
也算帮朝廷省去个麻烦。我什么身份能拿他？怎么不能？他现在已经是戴罪之身。萧王手握重兵，当年他双腿残疾，人人都说他不能生育，没有子嗣，所以皇帝才愿意留他在邺城活那么久。但现在看，萧王突然双腿健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担心的人是谁？摆明了是陛下呀。他见风长青有所动，继续道：妾身听说这次对抗西戎，粮草军备可是从萧王军中抽出的，皇帝是为了让他出风头吗？根本是想借他的手抬太子的功勋，一旦萧王出了纰漏，就顺藤摸瓜的拿下他问罪。您看，机会不就来了？可单凭这一点，我就冲到行馆去拿人？妾身刚刚收到消息，说萧王的行馆内窝藏了西戎人。老爷，你想，如果抓到他和西戎人在一起，临阵逃脱，通敌叛国，还不都是由着您来定？您带着人马说城内闹了贼子，需要全城搜捕西戎人，名正言顺的进行馆不就行了？夫人真是妙计呀！站住！王爷有令，行馆封闭，胆敢踏入者，论罪格杀勿论。别说萧王有令，若是惊到了萧王妃，他非宰了这些狗东西，恐怕是知道咱们行馆里有什么人，才要来搜吧。你们保护殿下和王爷，我去就回。你们什么身份，也敢阻拦本官执行公务？封太尉趾高气昂，扭头就看到站在一旁的满兜。好啊，漳州行馆之内果然有西戎贼子，看来萧王勾结西戎，证据确凿。来人，把所有人拿下！堂内缓缓落出冰冷玩味的声音。造反！萧王，您不顾大军安危，私自离营，现在又窝藏西戎贼人，朝廷很快就会降旨论罪。本官劝您好自为之。那本王也与你好好算算，交战期间纵容西戎人入城掳掠本王王妃，伤害本王皇侄，可都是你的默许。啪嗒，一个黑影被人重重地丢进院子，正是打算包袱卷卷要跑路的云若雨，带着细软，摆明了要溜呀。夫人，你这是做什么？封太尉不问问你这位夫人以前是什么身份？她是被逐出京城的国公府庶女，借你的手私自将通关文凭交给西戎人，勾结贼人绑架皇子不说，还要把萧王妃封官成将，一桩一件，你来算算自己还有没有命活？封太清整个人呆了，什么国公府，什么皇子，什么王妃？是我就是要云素染不得好死，凭什么她飞上枝头？凭什么她有人疼爱？凭什么她能有孩子我没有？是她抢了我的一切，我要她尝尝和我一样的痛苦滋味。是她害我失去一切，若能诅咒，便咒她此生不得。话还没骂完，燕绝的掌风已经劈到他头颅前，一瞬，云若雨脑浆迸裂，血肉模糊，将封长青关押入狱，所有踏进行馆之人一律格杀勿论。燕绝回到寝居，看向云素染的目光瞬间从冷冽转成温绵。王爷，您好歹吃些东西，休息会再陪着小王妃吧。王妃不吃，本王也不吃。你是不是傻？冉冉，我没事了。本王不知傻，还会为你疯，就算以身续命，也要从龙王爷手中把你讨回来。云素染潸然泪下，燕绝为他跳江，拼命寻找他生存的痕迹。这男人是真心要和他同生共死的。我的孩子，孩子很好，别担心，是个小狮子，怪本王让冉冉受累了。燕绝连忙把襁褓小心翼翼地送到云素染怀中，襁褓中的崽子小小的、软软的，云素染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给融化了，为这小崽子受的一切苦都心甘情愿。哇，这就是本殿下的小堂弟呀！看什么？自己不会生？不是，皇叔，这话就过分了吧？就是你回京请婚，明年也可以报个。我可瞧不上金城姑娘，到时候这场仗西戎要是输了，我就要求你们送个什么郡主、公主什么的来和亲，我娶西戎姑娘。放屁！西戎姑娘能看上你？我风流倜傥、英俊潇洒，不比你们那些蛮子帅气。对，一定是草原的风，山林的鹰都听到了我的祈求，保佑着萧王妃平平安安。天锦衣，
我开心，我想吃撸撸串。好，咱们自个儿去做。整个行馆一夜沉眠，耳边突然蹦出一个他许久没有听到的声音：嘤，主人，小的我又回来了。喂，你这家伙有难不同当，我10月怀胎，你却睡觉享福。您这一怀孕，导致空间储能急剧下降，大半个系统都停封了。如今一卸货，小的立马调配了营养液给您老恢复身体，康复的速度是平常人的100倍。还有，小的趁这次休眠好好的升级了一下，所以有好东西给主人作为新生子的见面礼。燕绝处理完堆积的军务和民政回来，也是3更半夜。谁知摇篮里的崽子被惊动了，嘴角一咧，好像要哭起来。不许哭！可崽子哪会理他，嗓子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嘤咛。不许吵醒你娘亲，本王命令你不许哭。突然，崽子张开嘴，哇啦哇啦大哭起来。你别哭，否则爹要打你屁股了。好，爹抱你还不行吗？别哭好不好？这皇亲国戚哪里照顾过婴儿？他学着云素染抱孩子的姿势，将孩子搂进怀里，非但没有缓解，还让孩子哭得更大声，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你在做什么？云素染被哭声惊醒，就看到男人手足无措地抱着孩子，又是吓唬又是哄，燕绝满头冷汗，仿佛被抓包似的。孩子哭个不停。他饿了。哦，那备膳。哎呀，你想让这出生还没半个月的崽子吃什么？这爹当的呀，真是鲁莽。孩子吃饱，鼓着小脸沉沉睡去。是不是大军出事了？今早有讯，婆户进西区的时候埋伏失败，和太子一同被困磐石山坳，算时间也有5天，再下去绝对弹尽粮绝。格木现在哪怕不围攻，只困守，也能逼死他们。如果西戎人抓到了太子，天凤内部必将出现极大恐慌，甚至朝野动荡。王爷打算去救人吗？不得不去。可是您手上兵马不足，只有带回来的骑兵和漳州府为数不多的衙卫，与格木的大军绝对不能硬碰硬。王爷不如带我一起去。什么？我不去前线，您大可以让牧石、玉白等人陪着我，我会留在后勤大营。格木虽然熟悉地形，有10万大军保护，但我有办法1夜时间将他们逼出山地，溃不成军。王爷，信不信我？小的借系统升级，打开了您曾经梦寐以求的武器库。什么？就是你现在能给我弄出来点 SOHG 82-8式 M17或者 MP5？主人，格局要打开，这些都是小 case。那你的武器是？于是云素染的面前出现了这个玩意儿，这就是那天9527送来的大礼。这到底是什么？火榴弹。火榴弹？我去，这玩意儿我改装过，威力巨大，射程超远，特别适合山地丘陵作战，可以轻易摧毁敌人的任何防御工事、集结步兵以及阵地堡垒。这几个雷火过去还不是大片大片的干？由于那天9527表示升级系统还不完全，武器库里的东西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用，所以只能让云素染挑选1件当礼物，先过瘾。要我说，先围困他们半个月，饿个半死，到时候只要动动小指，就会让天凤军队变成一盘散沙，咱们再冲进去抓太子，让那黄毛小儿给老子们磕100个响头。嘿嘿，捉到了太子，是不是能拿他威胁皇帝老儿？可不是吗？换几座城池，还要几千个大美人儿。格木将军，您说先王会不会来救人呐？哼，救人？他有兵马吗？有人手吗？快看，那是什么？突然，苍穹中划过数道星芒，带着尖锐的破空声。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连环的巨响和爆炸让整个山地都陷入一片混沌。山崩地裂，摧枯拉朽，如流星般的炮火将10万大军驻扎的营地炸成了断壁残垣。整个西戎军队都吓呆了，哭天喊地的咒骂，惊慌失措的逃窜。那天上掉下来的什么呀？格木将军，快撤吧！弟兄们伤亡惨重。所有人撤出山坳，推进丘地大道，大军在卡鲁库汇合。你们看清楚那是什么武器了吗？从来没见过，
能从天上掉下来的黑火药？肯定不是黑火药，那么大的火光，跟天兵天将一样。我听说东林有能呼风唤雨的妖术，会不会天凤的军队带了什么妖人来作祟啊？放屁！这世上哪来的妖魔鬼怪？这世上或许没有妖魔，但有索命的阎罗。山头的轰炸必定会让格木带着残兵逃窜下来，他只需半路拦截。格木将军，本王恭候已久，你要本王应战，本王便亲自引你的尸骨入关。刹那，山道上血色弥漫。回来了，都安顿好了吗？你先去沐浴。你还没有换衣裳，也该沐浴净身了，不如陪本王来场鸳鸯浴如何？突然，摇篮里传来细弱的婴儿啼哭。燕绝抚额，这小兔崽子分明就是来给他爹捣乱的。你快哄哄他呀！哄？唱儿歌会不会？燕绝懵逼，童谣什么玩意儿的，他是真不行。云素染瞧他憋了半天，心里忍不住发笑。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冉冉，你多看看本王，那小崽子霸占你够久了。你跟儿子吃什么醋啊？才几天呢，这男人就抱怨上了。对了，你还没给孩子取名呢。燕绝回神，眼神里不自觉满是温柔宠溺。明明翻了那么多的书，还接了厚厚一叠，临到头来却觉得哪个名字都配不上他。冉冉亲自去吧，想叫孩子什么，本王都没有意见。叫阿若吧。他出生的时候太虚弱了，是个来之不易的孩子。老人家都说得取个好养活的名儿，我呀，只想他平平安安的长大。好，叫阿若，等他长大了再正式冠姓取名。皇叔，说。男人身形高大，力气极重，燕景逸身子一缩，来的不是时候啊！我就是睡不着。睡不着找本王？怎么需要本王陪睡？我是想找小皇婶。找你小皇婶陪睡？哈，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呀，皇叔。不是，当然不是。哎呦，他是担心满刀。我，你知道燕锦衣和满兜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满刀！喂，你不会临走还要送我什么撸撸串吧？这几天小殿下无时无刻不在送好吃的，燕景逸没吭声。他看着满兜，好像千言万语哽在喉头。满刀，别回西戎了，你跟我走吧，跟我一起去天凤。和我走吧，一起去天凤。满兜因为他没头没脑的话怔愣住了。我向父皇请辞外住，我去封地，你可以留在我的府里，我能够保护你啊，我能够照顾你，让你一辈子全部都衣食无忧的。我娶你好不好？我是天凤的亲犯呀，燕景逸，你要是带我回去，你会身败名裂，连你的父皇都不会原谅你的。小殿下，谢谢你。他苦笑。身为查尔察的宗正，满兜心里还有部族，还有西戎，还有百姓。满兜仰头朝着天空打出嘹亮的口哨，苍穹掠过一只鹰隼，那是他最喜爱的巴图。我把巴图送给你，他去过京城，认得回西戎的路。你什么时候想我了，就让他回来看看我。谢谢你，有那么一瞬，真心实意，愿不顾世俗，求我为妻。本殿下第一次表白求婚就这样被拒绝了，心都碎了一地。喂，回京后太后一定还会为你选妃，这京城美女如云。他们要是敢逼婚，本殿下就出家做和尚去啊！哟，打算为满兜守身如玉？哎呀呀，这小殿下如此深情啊！小皇婶，你再陪我站一会儿吧。你小皇婶体寒身子弱，如果受冷了，本王就拧下你的脑袋。好嘞，咱这就回城。你自己看看，朕可以不管你临阵离营的事情，但冯长青还有牙卫们都说看到了查尔察的大宗正满都出现在了你的行馆里，他们可是当初刺杀朕的元凶，你和他们在一起不是造反又是什么？你放他出城就是勾结西戎，难怪这次会请命去应战。
原来是和这查尔查联络上了，私自离营，害得普护大军被困，林太子身陷囹圄，还险些丧命。燕居，你是想自己坐上蛟龙玉座不成？即日起贬为罪臣，关押候审。昭成宫的宫娥太监都送去慎刑司，和黎叔都送上来了，便当与云素然没有关系。毕竟她还是国公府的小姐，这若是还要牵连，岂不是让百姓笑话？去，昭告天下，萧王妃回归自由之身。这短短几天内，皇宫爆出来的新闻是一条盖过一条。太子第一次亲征就夺来了莽河草原，只是接下来的消息就让人瞠目结舌。萧王皇命领兵支援时，意图勾结西戎人而临阵脱逃，其罪不容，故褫夺萧王封号，贬为罪臣。而云素然与其一决和离，重为国公府小姐，自此嫁娶自由。整个京城炸开了锅。小姐，您真的不担心吗？万一皇帝老儿一个不高兴，把王爷给……不，他们不敢。燕爵虽然被削了王爵，但还没有收兵权。皇帝现在关押着他，也是为了稳军心，免得军队里面出现动乱。他不怕正面来敌，但怕暗箭伤人。皇帝肯定会暗暗下绊子搞事情，他得早些打探清楚。今日本宫特地来此，是想请云小姐看诊。本宫在追击格木残兵时受了箭伤。云素然将他上下打量一番，殿下的伤不在身而在心。这次征讨西戎，明明抢占了莽河草原，是大功一件，可陛下却指命内务府给您封赏了黄金1000两、明珠100箱。堂堂太子殿下岂会缺少金银珠宝？燕君临柔和的唇角微抿，他喜欢和云素然打交道，没必要遮遮掩掩。这一次燕君临立了大功，连6部重臣都对他赞赏有加，大学士们纷纷上书奏请陛下授兵权以监国，做一个名副其实参与国家政权的太子。但皇帝反手一转，别说一分兵权没给，连上朝听政的权利都给没收了。皇帝不光对萧王防备，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信任。云小姐聪慧过人，难怪深受皇叔宠爱。她宁可与你和离，抛妻弃子，也不愿将你们牵连入狱。只可惜她被剥夺了勋爵，如今是个罪臣。你还不知道她已经被送去了地龙吧？父皇不可能下旨直接赐死皇叔，所以把她关去了地龙。与驯兽场不同，地龙里都是些阴伤疯癫、残暴至极的猛兽，豺狼虎豹熊什么都可能。被关进笼子里的兽奴只有2条路，要么杀死野兽，要么被杀死。地龙每天都会死上17、18个人。云小姐觉得皇叔还能撑多久？燕爵就算武功高强，可每日面对癫狂的虎豹豺狼，也不可能毫无损伤。你想怎么样？以陛下冠在皇叔头上的罪，想要从长计议，桩桩推翻，实在太难。只有一条路，大赦天下。大赦天下，只有新君登基才可执行。太子是想弑君夺位。燕君临眸光流转，脸上始终带着恬淡温雅的笑容，像是从没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这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呢？本宫的堂弟有趣可爱，谁能舍得让他才出生就没了父亲？燕君临这只修身猛虎终于要下山了。皇帝和太子之间的争斗从萧王入狱开始真正拉开。主人，那太子想拉你合作啊，他跟个笑面虎似的，看得我心里发毛。好心不是白给的，从漳州到京城数日，燕君临可没在皇帝面前帮王爷说过一分好话。他以为自己能从萧王败露的事上捞到好处，结果却发现那个老爹不是他一个人能对付的，与其3足鼎立，不如联手抗敌。谁准你来这儿的？太子说你被关在地笼，我很担心你。云素然将奶娃娃推出去。阿若想他爹爹了，阿若想要你抱他。我身上脏。你是他爹爹，你不脏。燕爵抱着崽子，手足无措。
小阿若的脸蛋贴在他胸口，又软又暖，简直要融化他的心。阿若出生的时候，本王就没办法陪在你身边，她满月，本王也没机会为她祝酒庆贺。情势所逼，我们怨过任何人。陛下把你扔在这里自生自灭，就是不想让你死在他手上罢了。想做什么？想让他知道动我男人的下场。你和燕君灵谈过了，他不是省油的灯。与虎谋皮好过身陷囹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这话该对你说，别让我担心。还有，你不许再来这儿。云素染跳起脚，最后在他唇上落下一吻，匆匆离去。没出几日，宫内就传出了一个大消息，因安南宣宁侯盛情邀请，皇帝决定启程去避暑山庄小住。是我吓着你了。我以为谁若敢看一眼，我一定花了他的眼睛。我探查过，宣宁侯有8000人保护在山庄外，但他手中可以调遣的兵马足有2万人。前几日开始已从营城出发，到达后足够将整个安南都围得水泄不通。云素染一愣，这男人偷偷摸摸的什么都查清楚了。贺天海野蛮盛家，私自调兵。那老东西看你的眼神不对劲。云素染则生，他在商量正经事，这男人吃什么飞醋？太子难得吃了一回雄心豹子胆，必定会在避暑山庄里做个一石二鸟之计。一旦皇帝驾崩于安南，他就可以借宣宁侯的兵马控制住局面。他和太子早就是一丘之貉了。云小姐，你在本侯的房中做什么？喏，感恩侯爷关怀，特地来送你羊血燕宁羹。你一个小妇人，没了丈夫就等于没了主心骨，与其在京城备受冷待嘲讽，还不如留在我这安南好好过锦绣日子。本侯保你一生荣华富贵，如何？不必侯爷操心。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过了今夜再来求情可就晚了。怎么，是朝廷要动荡了，还是天下该纷乱了？我倒是想问问，贺家世代深受隆恩，侯爷这辈子下了地府，还有没有脸去见老祖宗？贺天海一愣，他好像知道今夜即将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既然开门见山，那就没有什么好遮掩的。是，弑君不是什么好名头，可胜者王侯，败者寇，眼光要放长远了。下一任天子才是本侯的衣食父母。云小姐，云小姐，都是燕君灵，是燕君灵逼我的。他许我2座城池，许我荣华富贵。留着对阎王说吧。你们好大的胆子！禁卫军何在？御林军何在？他们呢，全都死了。高衙内举刀，突然那身影快如闪电，摁住高衙内的手。王爷，可要想清楚，你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是谁害的？燕绝神色晃动，似是想起他被95之尊削爵霸权，和离之难。那一瞬，他的手松开了，刀刃刹那刺进皇帝胸口1寸，血色立现。燕君临非要亲眼看着皇帝死了才肯现身。皇叔，你可真狠心，偷偷松一下手就让陛下见了阎罗。不过您就算今夜不出手，父皇吃了那碗羊血燕宁羹也该归西。宣宁侯和本宫必须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试问这里谁最像反贼？萧王！众军听好了，今夜父皇携淑妃娘娘游湖赏月，却遇燕绝弑君夺位，罪不容诛。稀奇，这年头贼喊捉贼的都敢蹬鼻子上脸来问罪了。所有人都倒抽口气，因为他身边的红姑拖着一具尸体。贺天海怎么死了？云素然，你怎么敢？太子殿下，您听听，外头铁骑入城，宣宁侯的人马就要到了。一旦侯爷死在山庄，忠心耿耿的安南军必定认为是您过河拆桥，杀人灭口。云素然，殿下，咱们怎么办？求他没用，太子手上没有兵权，纵观整个避暑山庄，有能力调动大军保全你们的只有一人。所有人的目光不由看向燕绝，虽为罪臣，却手握兵权，只要一日不死，依旧可以呼风唤雨的男人。原本已经宣布死亡的95之尊，居然捂着刺痛的胸口，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真是真的好太子！不可能，
我明明亲手。燕绝若要救一个人，怎么可能让这样的货色得逞？匕首是他故意送来的，若不是高衙内亲自刺杀，又怎么能让你们相信皇帝已死？现在好了，皇帝没死，宣宁侯死了，那他燕君临岂不是成了全场唯一的罪人？原本东宫要高枕无忧的回京登基，如今所作所为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父皇，儿臣错了，儿臣听信高衙内和宣宁侯的谗言，一时糊涂呀。儿臣从未真正想过要您的命。你是一时糊涂，你没有想置朕于死地。燕君临啊，燕君临，朕可有一星半点儿对不起你们母子二人呢。山庄外突然响起了攻城的呼喊，是安南军。想必他们见不到宣宁侯，又发觉山庄大门紧闭，不让通行，要硬闯了。一旦他们见到贺天海的尸体，就没有一个皇家人可以出安南。燕绝，谁知道那男人微微挑眉，一副事不关己己不操心的模样。臣弟不过是个地龙的受奴，皇家争斗与我何干？皇帝差点呕出口老血，当机立断，传朕旨意，小王即可恢复王爵，掌军机大权，领兵救驾，不得有误。老实说，把整个安南的军机交给燕绝，皇帝心里也不爽。那臣弟就勉为其难，遵旨。那瞬，原本已经平静了的湖滨突然窜起一支明亮的烟火，高高冲入云霄，绽出花海，久久不散。萧王根本是早就准备好了军队，就等着名正言顺地进驻安南。避暑山庄这一夜，与其说是太子想要弑君夺位，不如说反被萧王利用重夺王爵。太子大概忘记了，要让王爷重掌大权，除了大赦天下，还有一条路，就是由陛下亲自收回成命。云素冉心里很清楚，燕君临能对皇帝下手，也一定会趁机将萧王打得不能翻身。什么父皇糊涂，皇叔委屈，搞得自己想弑君登基，还成了给萧王找活路的借口。他没有那么蠢。燕君临这几日都被关押在此，听说燕君临自暴自弃，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任何东西了。谁也没想到，第一个来的居然是顾影。他花了大笔的银子买通狱卒才能进来。殿下，你要是吃不惯这里的东西，臣女可以每天来给您送宫内点心，求您不要这么折磨自己。本宫回京也不过是被折磨死。再生气再恼怒有什么用呢？您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您就算想把他们千刀万剐，没权没势也做不到，不如好好把伤养了。殿下若是留着性命，一定可以东山再起。可是皇家已经没有我的一席之地，父皇不会放过一个想要刺杀他的儿子。回了京，我就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臣女与贺甜甜打过交道，知道一条过山庄的密道。太子若是愿意好好吃喝用药，臣女可以救太子出去。燕君临倍感震惊，他落魄到这步田地，顾影居然不离不弃。你相信我吗？相信。好，若有朝一日本宫东山再起，君临天下，你便是本宫唯一的皇后。当夜，避暑山庄里起了大火，沿着湖滨烧秃了8条景观道，连凌烟湖地下的地牢也没有幸免。怎么了？本王在昭春宫，夜不能寐。你不3天2头的来我这偷情吗？你还知道那是偷情？什么时候陪我住回昭春宫？我现在是弃妇，去了不得碍人眼。本王看看谁敢嚼舌根。冉冉，再嫁我一回吧。可我这单身富婆还没当够呢。冉冉，当初是你亲手把和离书交给陛下的，哪能你想成亲就成亲，你想和离就和离的？他理亏，但那还不是怕连累他吗？好，冉冉开个条件。那就劳烦王爷纡尊降贵，伺候伺候我。若我开心，保不准就应了。要本王伺候不难，但你不可以吃了不认账。皇叔，您猜我刚才瞧见谁了？小黄手也在宫里啊。他呀，跟翰林院17、18个青年才俊聊得可开心了呢。刘翰林夸他冰雪聪明，七窍玲珑；王翰林夸他白璧无瑕，明艳动人。燕绝冷着脸，看来昨晚上就不该手下留情。吴双，小黄手这么炙手可热，您真不打算把他再娶回家？是他不想吗？是那姑娘还在打小九九呢。燕景一脑瓜子灵光一闪，看出来了，皇叔这是被刁难了。
女人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不着边。皇叔，我给您出主意吧。想当年的时候在封地，我那可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要是能把小皇婶骗到手，不是哄到手，您就让我去延边的军中待3个月，您看怎么样？陛下不会同意，所以我这不就来求您了吗？王爷，这是我家小姐送的香茶马蹄糕，还有您殚精竭虑，特来聊表心意。送回去。放下吧，回去告诉你家小姐啊，劳烦挂念，皇叔他已经收下了。丫鬟兴高采烈地离开。皇叔啊，您在这里拒绝别人的好意，小皇婶她又看不到，对不对？看不到，那全部都是无用功。您呐就得收下，给小皇婶营造一种，您不是非她不可的假象。本王的确非她不可，就只是营造假象嘛，说不得让她知道您有很多的追求者，让她产生危机感，必须得把您拴在身边，抓在手里，这才能够安心嘛。她若生气了怎么办？这要是生气了，那就算我的。燕景逸拍着胸脯，燕绝眼角一抽，简直是馊主意。不必。相信我一回，皇叔一定让您抱得美人归。对女人不耍点小心思，那可怎么行呢？小姐，王爷今儿个又没来啊？宫里忙呢。对了，你替我备点糕点和凝神解忧茶，改日我送进宫去。小姐，城里最近传了好多风声。什么？8日前，襄王从箕谷寻了把百里挑一的凤凰木古琴。5日前，刚到京城的裴小姐约萧王泛舟游湖，王爷没拒绝。2日前，王爷宿在昭纯宫，听说亥时，裴小姐去奉茶，2人促膝长谈，一夜烛火不熄。第2日，裴小姐出宫，身边就带了那把凤凰木古琴，摆明了萧王所赠。还有，停！你们是在他身上安了双眼睛，怎么事无巨细都知道？小姐，满京城传的人尽皆知啊，这是奴婢偷偷记下来的。王爷好久没来了，您说他会不会真的移情别恋呀？男人有通病，不可不防。臭流氓，你家主子是不是看上别的姑娘了？墨汁一脸懵。要看也是别的姑娘看上我家主子呀。好啊，别的姑娘看上你家主子，所以王爷就把我家小姐给绿了。京里新来的那位裴小姐是什么来头？你怎么知道？小姐你看，墨池都知道裴小姐的事。小皇婶，您瞧瞧，皇叔他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萧王府里没有您这个女主人坐镇，他就可劲儿的造了。他不敢。数日前还你侬我侬的谈婚论嫁，掉头就被百花给迷了眼，他皮痒呢。您呀又不是不知道，皇叔那脾相那就是个祸害，成天呢在宫内来去，肯定是招蜂引蝶，对不对？您呢又跟他和离了如此之久，自然是会有别的姑娘趁虚而入。他们那是送花送诗送糕点，这铁石心肠也会被打动吧。这3日之后，水云间举办千琼会，依我看，这实际上就是给皇叔的预备的选妃宴。选妃？